百事可乐，渴望就可能。灯塔上有3大法则，村子里也有村子的规矩，最终去留，你们自己选择。今天是你的生日，查尔斯和景南练了好久的死手连弹，想要给你个惊喜。想要摧毁兽神，就只有启动电磁炮。我不能把希望只压在你身上。城主大人对于连元者的力量似乎格外向往。惊鸿症患者进去后都必死无疑。作为城主考虑的从来都是灯塔的存续，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下打！你们是继续为那个城主卖命，还是想活下去？自己决定。中浮现，都散去，别再承诺，别再退后，向过往世界变了。Ready to bathe in your own flame, ready to be reduced to ashes. Human nature's all what we can only count on. 今天早上雾茫茫，龙骨村口排了一行行，男男女女泪汪汪，打了败仗满身伤，皮囊被俘心发慌，不知何处是家乡。正义班长指方向，援至今后放光芒，众人携手力量强，战胜生态有希望，有希望。这群小孩真欠打，说话小心点。这么大，是世纪兽的骨头吗？为什么要住在这儿？骨头上会生成髓精，是村子附近那些屏蔽情感设备的重要原料。屏蔽情感？为什么要屏蔽情感？你不知道的还很多，回头再慢慢告诉你们。已找到电万马克，检测到基因序列出现严重异常，建议立即就医，进行全面检查与潜在风险评估。你监测报告也太迟了。新来的，都跟我去登记。队长，借一步说话。
小心点，把这个还有剑剑送到我那里去，准备回收他们的生命原质。老板，西北侧钢业要塞的人传讯，西边有大规模兽群聚集，原因不明。叮嘱所有人，我已经许可，千万不要出村。自从地表发现了市级兽，这些年来他们的分布密度持续增长，猎荒者频频遇袭，死了不少人，带回的物资也越来越少。现有的资源已经养不活灯塔上万民众。是爸爸。我们必须调整资源的分配规则。妈妈也在。未来将根据先天基因优劣划分灯塔的民众等级。基因的优劣将会决定不同的生活待遇，有价值的人才配得到珍贵的资源，优秀的基因才能拥有繁衍的资格，并且灯塔今后将会取消家庭关系，安排基因匹配度较高的男女繁育后代。城主大人，我不太理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城主说，以后基因低劣的只配吃虫子，基因优质的跟谁睡都行。反正他也不准备要自己老婆了。福林博士，我们这是在讨论灯塔的生存问题，不想与会的话，就请你出去。我只是闻到了人种优化理论的腥味儿。基因确实可以决定人的遗传特征和生理性状，但并不能左右命运。你把灯塔当成了什么？孟德尔的豌豆？作为民生部的负责人，我想知道，取消家庭关系，孩子和老人怎么安置？基因优质的新生儿将进入极域同教系统，按照年纪分级，由灯塔统一养育和培训。凡70岁以上的老人们都拥有足够的智慧，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追寻初代城主的脚步，到地面探寻更远的地方。以上所说的基因优化、极域同教、勇者远行，是我们未来准备执行的3大法则。
就是想少几张吃饭的嘴吗？什么探寻真理？没了家庭，剥离骨肉，摒弃情感，把所有人都变成基因池里的数据，确实是末日生存的最佳决策。可这样活着，我们还算是人吗？你三言两语就否定了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灯塔上谁会同意？嬷嬷，老师，我也认为这样的变革并不利于生存。如今活着已经够辛苦了，而这些条条框框会彻底抹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让民众连最后一丝温情都感受不到，只怕会失控。你的担忧没错，安抚民心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一个精神寄托。我计划将德雷克的司法部门改为光影会，未来我们的是非对错将由光影之主决定。城主的选择是正确的。律法适合存在于和平年代，现今灯塔对司法体系的沿用，只是眷念曾经的辉煌，想以此证明我们还有文明。但实际上，身处末日需要更好的机制来维持生存。德雷克曾用生命捍卫司法体系，他到底怎么了？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向城主摇尾巴了？啊？我实在无法接受用这样荒诞的法则将我和家人分开。摩根城主，您很清楚灵渊者当年的战斗力，只要您批准人体实验，我一定再次启动它，那就能降低猎荒者的伤亡，也能解决当下的困境。你觉得家人不能被拆散，却拿其他人当你的小白鼠？灯塔人可以为了职责而牺牲，但不能把性命扔在实验室。总司令，不如调配更多城防军，由我率领支持猎荒者下地采集任务。以前，地面的敌人只是武装聚落和油漆悍匪，情况尚且可控。但现在实际兽越来越多，猎荒者的阵亡率已在60%以上。目前我们的繁育率远远跟不上战损补给。如果再不管控，不久后即便算上所有城防军，适龄的战士也将所剩无几。你们之前不也是靠着克洛托给出的坐标才能带回物资吗？没错，问题不在制度层面，唤醒克洛托才是关键。是的，到时候猎荒者的存在就不是那么必须了。就像过去，铝比黄金珍贵，皇冠都用铝打造。自从电解铝技术问世，铝都能拿去做易拉罐了。只不过如今唤醒克洛托可能要用人脑与它连接，灾难前用纳米机器人从颈部静脉到达脑皮层附近，就能轻松完成精密的脑部手术。但现在技术断层，只能开颅了。我可没把握受术者能活下来。我愿做开颅的支援者。无论是克洛特还是临渊者，都得牺牲人命去做实验。你们能保证100%成功吗？谁再提这些，就去资料室待着。一体化计算机推演了未来半年的物资消耗。按照当前制度，即便最节省的分配模式，我们也会在4个月内面临饥荒。执行3大法则，是确保灯塔存续的唯一出路。如果有办法应对噬鸡兽，降低猎荒者采集时的阵亡率，老师，是否能再慎重考虑一下颁布3大法则的决定？几周前借调给猎荒者的城防军里，有1名士兵在与地面武装交火时头部中枪，命是保住了，但前额叶受损。后来噬鸡兽来袭，唯独没有攻击他，就像看不见一样。我们是否应该再研究一下？红鹿总司令，这是个小概率的事件。您是城主大人最骄傲的学生，现在更应该思考的是，当我们迫不得已必须实行3大法则时，该如何维持灯塔的秩序？老师，如果民众根本没法接受3大法则，您会怎么做？无论如何，
我们都得做出改变。三大法则先强制实行，如有异议，再行商榷。今天到此为止。森哥副官，我们出去聊一下。明天你生日，查尔斯和静南练习了好久的四手联弹，想给你一个惊喜。这违背了您制定的三大法则，城主大人。你父亲将灯塔托付给我，无论如何我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用算法匹配，情感更不会被冰冷的法则斩断。至少在基因检测前，我们一家还能最后再团聚一次。还装什么？到时候要我跟哪个男人繁育，什么时候带走我的孩子，请你亲自通知我。按计划行动。灯塔的民众们，面对未来，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三大法则即将实行。民众需前往指定地点进行基因检测，灯塔将依据检测结果发放胸牌。胸牌是身份等级的标识，关系到每个人在物资领取、住所分配、职务调整等方面的权益，务必妥善保护。别碰我！我求求你放手！法则施行期间，想必你也收到了不少民众的意见。光影会还没正式成立，作为司法系统的负责人，你有责任向城主转达这些反对的声音。可你却无动于衷。以前我认识的你不是这样的。你倒还是老样子，正直赤诚，心系民众。少来这套！最近灯塔发生的暴力冲突，比过去3年加在一起还要多。我想找老师谈谈，但他却不肯见我。如何保障法则的实施，城主自有他的考量。那天在会上，灯塔的风向已经变了。你必须警觉起来。什么意思？那天会议上，城主和埃隆一直很淡定，无论任何方案都动摇不了他们。直到你提及那名士兵，他们的神色突然有了变化。前额叶是大脑中控制情感的关键区域，一旦受损，就会失去情感认知。你肯定在猜想，这就是士兵没受到攻击的原因。你也认为，噬鸡兽也许是通过情感来追踪人类，而这一点老师和埃隆他们可能早就知情。这可能也是城主颁布三大法则的原因。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大多数体系都会有反对者，更何况对于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说，但凡有一个背叛者，结果都将是万劫不复。确实，一旦有人在灯塔着陆地面时刻意制造混乱，用强烈的情绪波动引来噬鸡兽，灯塔就会覆灭。所以老师不希望任何人知道真相。人类行动的第一大推动力是恐惧，正如旧世界一位哲学家所说，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并且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城主颁布三大法则是源于恐惧，也是为了灯塔的安全。其实摒弃情感对我来说也很艰难，但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接受城主的安排，因为我不想你有事。
总司令，猎荒者正在缉捕所有反对三大法则的高层，我们要不要介入？德雷克，你赶紧回去，我会派城防军保护你和家人，今晚千万不要出门。我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不要插手这件事。城主是我的老师，在绝境中用三大法则维持存续，我虽能理解他，但如果用暴力肃清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我实在不能接受。因为那些反抗者中也有和我出生入死的战友。进入1级城防状态，让4个山区的城防军队长带人到5级户集合。是。今天怎么是爸爸讲故事？妈妈呢？明天你要出任光影会会手，听完故事就乖乖休息，好吗？爸爸，可以给我讲一个新故事吗？好。曾经，大海是蔚蓝而神秘的乐园，海底的生活快乐无比。有一天，国王的船队从海上开过，小美人鱼爱上了人类的王子，她想要上岸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于是她潜入海底，找到禁地的女巫。女巫审视着小美人鱼，冷笑着说道：“愚蠢的孩子，想要得到人类的双腿，必须要拿出你最宝贵的东西来交换。”小美人鱼坚定地说：“如果不能和爱人在一起，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将自己美妙的歌喉献给了女巫。女巫递给她锋利的匕首，轻声说：“改变是痛苦的，孩子，你要挺住。只有拥有双腿，你才能在岸上活下来。”小美人鱼拿起匕首，刺向自己的鱼尾。胡鲁特司令，快走！摩根说：“只要你没来这儿，一切都会和从前一样。”作为城防司令，保护民众本就是我的职责，但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老师为敌。现在投降，还有转换的余地。已经阻止不了这一切了。现在就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停止杀戮，所有责任我来承担。不想红扣和马克出事，就把枪放下。你就算什么都不做，我也必死无疑。你今天的背叛，只会让城主永远不再信任你。我们都只能选择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我会替你照顾好红口和马可。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他们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世界本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运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也许他们的使命就是打破这个冰冷的法则。司令大人，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关于世纪兽的真相，无论如何都要公之于众。这也是你必须死的原因。伴随着刀刃切割骨骼和肌肉的声音，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意识。小美人鱼从海边醒来，艰难地站起来。水下的伙伴喊着：“加油，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小美人鱼痛得几乎要昏过去，但她知道，只有承受痛苦，才能迎来蜕变。德雷克法官，既然您答应把司法部门整改为光影会，为什么还要私自留存所有人的亲缘档案？灯塔的困境只是暂时的，
等生存危机解除，人们总归是想要和自己的亲人再次团聚的。城主不会容忍这样的隐患，交出档案。我可以有很多办法保全当下的自己，但我想保全更多人的未来。美丽的夕阳洒下，小美人鱼向城堡走去，向自己的爱人走去。不知不觉中，她被剪开的鱼尾变成了美丽的双腿。爸爸，那小美人鱼如果不剪开尾巴，还能和王子生活在一起吗？有时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哪怕舍弃你最宝贵的东西。昨天夜间，灯塔遭遇未知怪物袭击，猎荒者城防军殊死抵抗。灯塔会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保卫家园不幸牺牲的勇士。他们分别是城防军总司令洪禄、律政所长官德雷克、通讯链路工程师保罗、军械物资管理阿什、航空指挥部官维克、飞善军队无期光阴，光晕众生，众生随意，光地无魂，影蔽无体，一道至狱，乐而不淫，宁残体肤，不弃光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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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哥，要干什么？城主正在那！森河总司令不在防御平台抵御市级兽，怎么到这儿来了？擅离职守，是想被处以重罚吗？我想看看比市级兽更想要我们命的人，光影之主会给他什么下场？森格，既然选择战斗，就难免有牺牲。你和城主有各自的使命，眼下灯塔情况危急，别忘了你的职责。我们和市级兽奋战的炮火声，大家都听到了吧？城防军是灯塔最后一道防线，我们死伤惨重，终于换来一个炸毁兽山的机会，可他却拒绝发射电磁炮。现在呢？连脑手术还没开始，临渊者也无法启动。真正直面市级兽守卫灯塔的，只有我们城防军。希尔达、奥兰德，还有前线的兄弟们，不能白白丧命。从现在开始，灯塔的每一个指令，将由我直接下达。森格，现在马上缴械投降，我留你个全尸。现在带着你的人返回前线，也许还有补救的余地。你我一起为灯塔辛劳多年，只要你不多事，我不为难你。放肆，把他们拿下！住手！每一名牺牲在防御平台的城防军都是灯塔的英雄，而你根本没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这么多年来，我不知替你做了多少脏活，可你登上今天的位置后，却根本没想给我留条活路。即便我发射了电磁炮，只要灯塔依旧无法航行，兽山还是会再次堆叠。你很清楚这一点。无论你替我做了什么，你换来的位置是灯塔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守住灯塔。我要你坚守，可我没说不能放弃立柱梯次防御。退守的命令只有总司令才能下达，只是你夸下海口，却恐惧承担责任，犹豫不决。希尔达越权下令才被处决。自古以来，临阵逃脱的士兵本就该格杀勿论，监战官没错，而你却为了一己私情，以我不发射电磁炮为由，煽动士兵哗变。你无能失职，害死战友，现在还临阵脱逃，你真是个废物！一己私情？哼！你作为城主，本该捍卫三大法则。来，让大家看看你到底把谁一直偷偷留在灯塔上。森格，你个混蛋！你不是想启动临渊者吗？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让你在临死前达成夙愿。你疯了吗？你这是要谋逆施主！老实点，跪下！城主大人，你生活心目中绝对不能进去，他们就是想要你死！森格，你临阵脱逃，哗变夺权，光影之主必然会降罪于你。
之主绝不会抛弃我们。改变是痛苦的，孩子，你要挺住。只有拥有双腿，你才能在岸上活下来。小美人鱼拿起匕首刺向自己的鱼尾，伴随着刀刃切割骨骼和肌肉的声音，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意识。他从海边醒来，艰难地站起来。水下的伙伴喊着：“加油！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他痛得几乎要昏过去。你们这帮畜生！但他知道，只有承受痛苦，才能迎来蜕变。夕阳下，他向城堡走去，向自己的爱人走去。不知不觉中，被剪开的鱼尾变成了美丽的双腿。他的耳畔萦绕着伙伴们的声音：“加油！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有时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哪怕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姐姐，照顾好父亲。
changed. Days and days, people whisper and pray. Wild vision touch your dream. Those memories will fade away. Don't be sad, glimmers still remain. There's a chance you are gonna touch the soul. Days and moons searching for a land of hope. Sufferings will be painless. All miseries will never come. Don't be afraid, everything's the same. When the glory days are gone, only one truth can be trusted. It's time to apart. There's a chance you're gonna touch the soul. Days and moons searching for a land of hope. Sufferings will be painless. All miseries will never come. Don't be afraid, everything's the same. When the glory days are gone, only one truth can be trusted. It's time to turning whole world upside down couldn't make me feel alive. Don't leave me, stay with me. Only you can break my fall. When awake, I see the light and dark